大家好，又到了每周的全球资讯时间了。大兵总结了一下近期发生的重大事件：台湾首度透露舰翔无人机性能，俄罗斯又以潜艇服役，法国再次向澳大利亚推销潜艇，朝鲜再次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巴基斯坦可能获得首艘航母。话不多说，咱们直接进入正题。在11月15号，台湾中科院航空研究所邀请岛内媒体参观，再次爆出了许多新型的军事装备。根据16号台湾联合报的报道，这次研究所首次披露了台军舰翔反辐射无人机的性能。该研究所所长齐立平向外宣称，舰翔无人机作为台军建立的不对称战力，不仅体型小巧，航程更是能达到1000公里，以及5个小时的滞空时间。另外呢，由于舰翔拥有较高的机动性，使其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完成装弹和阵地转移，大幅提高了战场生存能力。而且舰翔还能在发射前设定路径，提前避开敌军的防空火力网，直接飞抵目标上方进行搜索后攻击。其飞行速度约200公里每小时，在俯冲攻击阶段能够达到500到600公里每小时，能够有效地压制敌方的各式雷达，执行多机反制任务。另外，除了能够攻击陆地沿岸的雷达系统，舰翔还能打击有雷达运作的各型军舰，甚至是大型航空母舰。而舰翔反辐射无人机项目作为台湾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预算中的重要项目之一，目前已经投入量产，全案一共编列了119亿新台币，每年可以量产48架以上，分为巡标型和攻击型，能够有效打击敌军的雷达来源。除此之外呢，在15号，台湾中科院还首度公开了新压法的战术型近程无人飞行侦搜载具，应用了旋翼型无人机系统，主要是针对近程与城镇特殊侦察作用。现今已经接入了台军陆军作战指挥情资判断的锐指系统，而且该研究所呢还向外宣布，除了空中的无人机，该研究所还公布了自研的勇武项目遥控靶船。导控距离能够达到60公里，拥有成为自杀无人艇的潜力。就在11月16号，俄海军在圣彼得堡的海军部造船厂举行了636.3型潜艇乌法号的服役仪式，意味着该潜艇正式成为太平洋舰队的新成员。在此之前呢，俄太平洋舰队已经接收了3艘该型潜艇，分别是彼得巴洛夫斯克号、沃尔霍夫号以及马加丹号。而根据俄海军的计划，该舰队一共要接收6艘该型潜艇，目前剩下2艘正在建造，也就是莫扎伊斯克号和雅库斯克号，预计2024年交付俄罗斯海军。根据俄方的资料，在舰体设计方面呢，636.3型潜艇由于其特别的发动机构造、双层涂胶船身以及弱磁性的钢材料，使得这艘潜艇在航行时几乎是没有噪声，被认为是世界上噪音最小的常规潜艇之一，有大洋黑洞之称，能够在发现数十公里外的目标后悄悄地靠近进行打击，而且在打击时不用浮出水面。此外，新服役的乌法号还携带了射程可以达1500公里的口径巡航导弹，能够极大地提升俄海军的远程打击能力。在乌法号服役之后呢，将会通过北极航道直接前往位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永久驻地，成为俄近期的第2艘部署在远东的常规动力潜艇。在此前的10月9号，已经有1艘基洛级潜艇马加丹号通过了北极航线，抵达了弗拉迪沃斯托克。另外呢，俄海军的2艘核动力潜艇新西伯利亚号和奥列格大公号也在今年的9月底途经北极航线，抵达了位于勘察加半岛的常驻基地。对此，俄专家向外透露，俄军短期内将会有多艘潜艇通过北极航道密集部署亚太方向，这行为是极为罕见的。这里所说的北极航道指的是穿越北冰洋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上航线，主要是由东北航道和西北航道构成，其中东北航道始于巴伦支海直到白令海峡，而西北航道呢，则是穿过加拿大北极群岛。由于东北航道的大部分航段位于俄罗斯北部沿海的北冰洋离岸海域，也被称为北方海航道。近几年呢，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北极冰川加速消融，北极航道的通航时间也正变得越来越长。该航道的巨大商业价值逐渐引起了各方的关注。毕竟，北冰洋作为亚欧、北美3大洲的顶点，又联系着3大洲的最短大湖航线，
不仅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军事价值也是无与伦比。为此呢，近几十年来，俄罗斯投入了大量精力和资金建设北极地区，为此还先后建立了北极战略司令部，先后花费了近10年时间，在北极建立了一座大型军事基地。在今年8月，俄政府还批准了2035年前北方海航道开发计划，拨款总额高达1.8万亿卢布，通过升级港口设施、批量建造破冰船以及发射导航卫星等一系列措施，支持北方海航道的发展。可以说，俄罗斯是为了北极花费了非常大的心力。就在11月17号，在泰国首都曼谷，法国总统马克龙向外表示，法国与澳大利亚关于出售常规动力潜艇的事宜依然在谈判桌上。此前，在21年9月15号，由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突然宣布建立新的3边安全伙伴关系，澳大利亚在获得了美英2国支持澳海军组建核潜艇部队的承诺后，此前呢，虽然澳大利亚在引进技术之后自行建造出了克林斯级常规动力潜艇，但是该潜艇服役之后却存在很多问题，因此从2010年开始，澳大利亚便在全球范围寻找替代产品。到了16年，澳大利亚与法国海军集团签署了一份总金额达362到580亿美元的采购合同，出售的正是短期梭鱼常规动力潜艇。在此同时，法国还同意转让该潜艇的相关技术，并且授权澳大利亚在国内组装，这就意味着澳大利亚能够分享建造潜艇的部分红利，以此为国内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是好景不长，就在法国认为万无一失的时候，21年9月15号，澳大利亚突然和美英2国签署了 AUKUS 同盟协议，并且单方面终止了与法国达成的协议，转而向英美订购了8艘核动力攻击潜艇。自此呢，2国关系陷入到冰点，一直到今年的11月17号，根据法国媒体的报道，自从阿尔巴尼斯当选澳大利亚新任总理以后呢，法澳2国已经达成和解。在此之前，澳方已经与法国潜艇制造商达成了一项总金额达5.7亿美元的赔偿协议。另外呢，在今年5月份，澳大利亚的潜艇方案又生变数，法国潜艇再次被频繁提及。这次马克龙出席 G20 峰会、APEC 峰会，并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会面之后呢，让人不得不猜测法国潜艇的订单有望失而复得。至于澳大利亚为何又重新选择了常规潜艇，首先来说呢，选择英美的核潜艇，澳大利亚只能将全部订单交给国外厂家，必然会失去分包合同和国内新增就业岗位。再加上弃厂取核在其国内极具争议。在此同时呢，与澳大利亚签署协议的英美2国也迎来了一个致命问题，国内的核潜艇产能跟不上了。由于英国目前只有1座能够建造核潜艇的船坞，一次只能建造1艘，而英国自己还有4艘战略核潜艇和5艘攻击核潜艇的建造计划。至于美国的情况也非常相似，美国海军自己的核潜艇还不够用了，自然无法另外出几艘卖给澳大利亚。既然要卖，澳大利亚呢也要等到2035年之后了。再加上澳大利亚现役的柯林斯级潜艇问题频发，很难坚持到2035年。种种原因呢，使得澳大利亚不得不重新考虑采购常规潜艇。就在11月18号，朝鲜再次试射了新型洲际弹道导弹。根据相关报道，这次试射的是火星炮17洲际弹道导弹。实验期间飞行达4135秒，一共飞了999.2公里，并且准确落在了朝鲜东部的预定水域。自从今年9月份以来，随着朝鲜在9月25号在半岛东部海域试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打破了持续113天的导弹试射静默，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接连在9月28、29、10月1、6、9、11月的9号、17号试射了短程弹道导弹，在10月4号呢，更是时隔8个月再次试射了中远程弹道导弹。而在11月2号到5号，朝鲜一共发射了35枚战略巡航导弹和战术弹道导弹。期间呢，韩国称其中1枚落在了北方界线以南的公海，在半岛停战以来，这算是首次。与8号相比呢，此前在11月3号，朝鲜也曾试射过洲际弹道导弹，但其分离后却没能正常飞行，最终是以失败告终。所以18号的这次试射算是朝鲜9月以来首次成功试射该类型导弹。
根据韩联社在19号的报道，韩军认为这次试射会让朝鲜导弹技术取得进一步进展，增加了进行第7次核试验的可能性。此外，根据韩国军方的判断，在本次试射周期中，朝鲜不仅首次从内陆水库试射潜射导弹，其陆基导弹的发射区域和落点也有此前从未出现的地区，大概率是在测试新发射平台的同时，验证在不同条件下的复合打击能力。至于这次试射的新型弹道导弹，其射高、射程以及速度都要强于今年1月所试射的火星12中远程弹道导弹。另外韩军还指出，朝方试射的多款短程导弹，其射高已经是低于了韩军萨德系统的最低拦截高度。此外，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在本月18号，日本防务大臣滨田敬一向外表示，朝鲜试射的新型导弹极限射程可能达到 1.5 万公里。不过朝鲜新型导弹的突防能力是个问号，并不一定能够突破美日韩的反导系统。随着今年印度首艘航母服役，作为其对头的巴基斯坦也向外公布了自家的航母计划。一名巴基斯坦军官在媒体上曝光的信息显示，巴基斯坦计划在2040年获得首艘航母，但是这艘航母从何而来呢？首先来说，巴基斯坦海军规模比较小，现今配备的最强战舰是从中国购买的054AP 导弹护卫舰，但是其宿敌印度现今已经拥有2艘航母了，分别是以俄罗斯航母改装而来的维克拉马迪亚号和自行建造的中型航母维克兰特号，都安装有滑跃甲板，搭载俄制的米格29K 舰载战斗机，作战能力也算相当强悍。另外，印度目前还在寻求新的舰载战斗机，主要目标是美国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和法国的阵风 M 战斗机。关于巴基斯坦的航母的获取途径，首先要明确的是外购还是自造。虽然现今巴基斯坦也有着一定的造船工业，并且可以建造一些中小型战舰，但并不具备建造对工业综合性有着极高要求的航空母舰，所以从国外购买就成为了唯一选项。我们先来看一下现今可以建造航母的国家，除了5大常任理事国外，还有西班牙、意大利等国。至于韩国和日本，建造的一般都是2栖攻击舰和直升机母舰。另外，虽然土耳其也在西班牙的支持下自建出了首艘航母阿纳多卢号，但是实际上只是战略支援舰的改进型。虽然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关系密切，但是土耳其却没有开发舰载机的能力，使得阿纳多卢号只能充当2栖攻击舰。如果解决不了舰载战机的问题，那么巴基斯坦必然不会选择土耳其的航母方案。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采购其他国家的退役航母。首先排除法国的2艘退役航母，他们基本上都进入到了拆解阶段。不过意大利倒是即将退役加里波第号航空母舰，虽然该航母曾经是世界上最小的航母，但却自认有着强大的反舰火力，有点类似于一艘载机巡洋舰。但是该航母的问题依然是缺乏舰载机，没有舰载机的话，航母的战力会下降一大截。除了上述这些基本上没有可选的方案了，毕竟美国是不可能出售航母的。再说了，就算外售，巴基斯坦他也买不起呀。好了，本期军事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各位朋友对此有什么看法呢？欢迎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